丸第一点，它有脂肪，昆虫有脂肪。哦，我好像在解剖外星人哦。小蜂就在荔枝春象的卵里面吃掉荔枝春象的小孩，出来之后就是皮质小蜂。是它在吃一些蛋白质。大姐，你怎么把芦荟吃成这样的撑拉啊？赶快呢！哎，小酒雷，小酒雷！哎，为什么你们爬的跟我爬？我是时钟剑是不是啊？你方向不对，罗氏汤叫做罗宋汤。啊，罗宋汤的罗宋。我跟你讲，罗宋的罗小。姚姐姐，哎，老爷，这杯桂圆红枣茶是谁泡的？哎，报告老爷，是小人泡的啊。那为什么一点桂圆味都没有？这是要给夫人补身子的，你知道吗？报告老爷，今年龙眼很少，所以没有龙眼干。什么？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今晚要给你做的是叫桂圆蛋糕啦，吼！今仔日咱桂圆蛋糕上重要就是要有桂圆，啊，咱这个桂圆。啊，大厨，啊，咱今年龙眼很少，没有龙眼干。虾米？哦，那个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给我一个荔枝虾球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买完了。啊，那个荔枝鸡啊。哎，卖完了。那随便来一点什么荔枝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年荔枝树都死掉了。到底是谁放了荔枝呢？每年到了夏天，荔枝、龙眼就会相继问世，水分多、甜度也高的它们是很受人们欢迎的水果。而在昆虫界，竟然有一杀手会让它们无法开花结果。在大自然的食物链里面，都存在的一个是吃，或是被吃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食物链，有金字塔的顶端，也有金字塔的底层。但是蝉是什么会吃呢？谁吃蝉？其实蚕它除了做蚕丝以外，对，所有都可以用。蚕丝可以做成保养品，然后呢，其实它的蚕蛹是很好的机能性的一个食品。现在可以我没吃过蚕蛹。宠物的饲料加蚕蛹，它是高质蛋白的。哦，OK。然后包括它的蚕大便，它是中药里面很好的一个药方。哦，懂了。所以这里本来是养蚕吗？对，这里是我们生物防治分厂，它过去就是台湾很重要的养蚕的一个基地。另外一个是它跟我们的一只天敌昆虫有关系，它需要这个蚕，需要蚕才可以。需要蚕才可以克天敌，是蜜蜂吗？死蜂会比蜂，但是还是一只蜂，但是不是这种蜂。不是这种蜂，但跟它也有关系。对，我对蜜蜂的了解就是，你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听得到树蛙，你看得到蜜蜂，其实这个环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善的环境。对，还有非常的好，才会有蜜蜂的出现，对吧？所以，但是他们两个跟天敌有关系。天敌这两个字，相信在每个人身边一定都会出现。比如说，你的老婆就是你的天敌。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以物克一物啦，所以现在就是说，天敌到底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的天敌？你有真正的想过这个问题吗？而且如何用天敌来做很多的防治，而不是用药。对，其实因为我们食物链的平衡啊，它其实就像金字塔三角形，所以它其实里面会每个阶层一个阶层上去，所以每个阶层要有它的天敌之后，它才是会有一个平衡的关系存在。有没有现在你发现一个东西是它没有天敌的？自然界中它其实会有一个平衡的状态，所以它通常都是会有天敌，只是它越高阶的食物，像是你说金鱼啊，或者是老鹰，它们的天敌就会比较少。我们有捕食性天敌，对，螳螂，我好喜欢螳螂。然后因为它可以捕食比较多大型的，像是蛾类啊、蝗虫，也算是一个还蛮高阶的捕食性天敌。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只是一只草蛉，它主要是吃蚜虫，那又是另一种常见的害虫，就是你其实家里如果种一些花草的时候，有时候看到一串啊，就是屁股小小的，然后可能会跟着蚂蚁的那种叫蚜虫。蚜虫，我自己在家种植物的时候，像我之前有种花，比如说像那个叫做鸡蛋花，它就是会变成白白一点一点一点那个白白一点一点。那我知道你说的应该是介壳虫，介壳虫应该是另一种害虫。那它其实重要的是因为它们跟蚜虫一样，它们都会分泌蜜露，所以我们蚂蚁就喜欢翻着它们跑。就是那其实这个也会吃介壳虫，那但是蚜虫的效果其实还是好一点，就像跟我们人一样会挑食啦。所以只要用对地方就是对，就会是可以。OK， 像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黄斑蹙
初会春象。然后它比较好辨认的是它外面会有2个尖角，所以它又叫插角立春，就是它有2个尖角这样。那其实春象平常的时候嘴巴是收在下面，它需要吃东西的时候才会把它的吸管往前放。它就是用这个去刺吸它，所以它刺吸到毛毛虫的时候，它把它的汁液吸干，那毛毛虫就会死亡。那就是这个是它捕食的一个方法。一般捕食性天敌其实都会比害虫大啦，但是他们都会做分工协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3-5只会一起吃一个比较大的这样，然后就把肺就对了。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种，这个像是小黑花春象，那它其实是一只很小的春象，它实际大小大概只有。它大概就这么小，然后它主要是蓟嘛，是一种躲在像那个路边的鬼针草里面会看到一种更小的害虫，就是它造成的危害就会像是你吃茄子不常会有咖啡色的斑纹的那种，就是蓟马的危害。就是蓟马，然后它就小黑花就是负责克蓟马。对，因为懂了。因为植物的花很小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喷药你要做防治，其实不太好进去，然后它就会钻到细缝里面去。它这个一点一点的是什么？它的饲料，就是我们会开发一些饲养技术，然后所以它的饲料就是我们在室内养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外面收集很多虫给它吃，这样会容易会断源。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所有的春象是不是都会像我们的最有名的那个春象，它会喷一些什么捕食性的液体？其实春象有分植食性跟捕食性的。植食性对人类来说，我们通常会定义成害虫，因为我们不希望它吃我们的植物或干嘛，所以我们以人类的角度定义它就是一个害虫。早在西元304年，中国纪代的著作《南方草木状》就有记载，当时的农民利用黄鬣蚁来防治柑橘类的害虫。而现在让我们吃不到荔枝龙眼的，就是它。荔枝春象到底有多么的讨厌？对于农夫来说，荔枝春象其实是在2009年入侵，在高雄是首次记录。那像到了去年的时候，其实全台现在只剩下台东没有。所以你看，整个台湾其实都已经泛滥了。是，尤其其实它对我们其实它的危害的植物不仅是这个龙眼荔枝，像为什么它会变成一只很有名的网红昆虫，就是它的寄主植物还有就是像台湾栾树啦，还有无患子、龙眼、荔枝这4种无患子植物。而且听说荔枝春象它有，就是你自己也不能去乱打乱抓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有汁液，会腐蚀性汁液。是，就是其实喷出来是它的尿，可是它真的会伤我们的。其实是这个臭线孔，黑色的这里才是它会喷出腐蚀性的，只是说有些时候可能它的臭液会随着那些出来。懂了。对，所以这些都是吗？对，你看这个有一个是刚刚新鲜的卵才产，那后面有一只这个叶子我可不可以拔下来？可以，但小心一下，因为后面有一只荔枝春象，你的后面刚好有一只它的妈妈。没事，小心。好。其实呢，这也可以让大家，因为我常常在网站上。大家会看到说，我的窗户上粘了什么卵，我的窗户上粘了什么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不用紧张，真正荔枝春象的卵长这样子，它是长这样子。对，我看到有人是粘了一排，但它外层有一圈白白的，那个会是什么样的卵？那个有可能是小碱蜂，另外的寄生蜂，因为其实所有的害虫都有它自己的寄生蜂，都是专一的。认清楚，认明哦，荔枝春象的卵在这里，它长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荔枝春象长什么样子？荔枝春象长这样子 ，OK， 你要把它抓下来，但你要小心，就是说，你不要用敲的，你要把它敲下来，收集起来，要不然它的臭线孔那个汁液你应该会很容易感受到它的厉害。我们很多农民之前就会连进到园子里面采收都不敢，真的是因为被喷怕了，那个很恐怖，或者是说因为那个像灼伤，像我自己也有被不小心早期的时候被灼伤。俗称臭屁虫的荔枝春象，主要分布在中国南亚、东南亚一带。1997年最早在金门被发现，之后就进入了台湾本岛。从沿岸地区到1000公尺的山区，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踪迹。而且一只成虫竟然可以活200到300天。为了能有效歼灭害虫，农改场对它做了深入的研究已经死掉了。对，我刚刚用肥皂水让它自己死掉。你会不会被喷到啊？因为已经杀死了，所以它不会主动喷出来，但是它的臭液还是留在身体里面，有可能会流出来，流到我的手上。流到你的手上？几乎每次都会啦，手指会变色，就不会是皮肤色了。啊，真的哦？所以我要把它背上这一块拆下来，所以我会沿着这个边边的膜把它割开。OK， 好。所以打开来里面会有卵，打开来上面还会有一层脂肪，脂肪我要剔除掉才看得到它的卵巢。它有脂肪昆虫有脂肪？有啊。哦。
在解剖外星人哦。这个是什么？它是它的脂肪。对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一颗一颗绿色的是它的卵吧？稍微米白色的是脂肪，然后白白这个是比较像人类的肺泡，因为昆虫是用气管，那它的气管会遍布在全身，气管上面会有一颗一颗的像气囊一样的东西，这个白白的就是这个。哦，这是谁？这好像谁的一口痰哦！哇塞，肠子在哪里？哦，你还找得到它的肠子？这一条是肠子。哦，你有曾经看过荔枝春象看得这么 detail？ 我现在让你看一下荔枝春象它的 detail 的部分，绿绿的这一颗一颗就是它的卵。对，就是它的卵。它有2个卵巢，一个卵巢有7个微软管，所以7乘2是14颗卵。14颗里面再乘以14，14的再乘以14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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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？哦。前面有一个橘橘的，那个是它的臭腺囊，它的臭液都储存在里面，化开就会臭，会臭。有没有你这么想要闻春象？哦，哎，不臭吗？哎，它有一个独特的味道哎。贤哥，就你了，来，吐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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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，来吸。杏仁，对不对？杏仁味哎，杏仁味怎么会臭？你去买杏仁茶、喝杏仁露的时候，不就这个味道吗？其实你如果很多支的时候就会不一样。你如果去到那个1级战区，而且它会转变成蜜香红茶的味道。哎，真的，它会有一个甜味。那你要不要收集？就是你做那个物理防治收集网开发。哎，真的很香啊！怎么会臭？一点也不臭哎。你要难道是我有问题吗？坤哥，换你，真的啦，真的，你闻，对不对？杏仁味啊。对啊，还好。像我们有些时候去田里面，知道哪里是比较严重，我们只要站下去就知道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味道来了，就知道了。哦，懂了。对了，是有些时候是树大便是美，但有时候味道过重也是没办法。叶片上有14颗卵，这就是荔枝春象的正字标记。曾经就有人只是摘卵，再交给地方政府，就赚了20多万呢。所以荔枝春象它有一个天敌，是叫做平腹小蜂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平腹小蜂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种蜂，而且它专克荔枝春象。是，它是会寄生在它算是一种寄生蜂，对不对？对，寄生蜂有点像是刚刚有像螳螂是直接把你吃掉，叫捕食性天敌。对。寄生性天敌，它就是把它的小孩子生在害虫住在你的身体里面。小蜂就在荔枝春象的卵里面吃掉荔枝春象的小孩，出来之后就是平腹小蜂。生物防治在做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应该是说平腹小蜂本来就会出现，可是像荔枝春象从现在开始产卵，但是如果是田间的平腹小蜂会还没有醒过来，所以我们会变成我们的技术就是整年度在实验室大量的繁殖。但是平腹小蜂对于在环境上会不会有任何的危害？好险是我们在台湾有找到平腹小蜂，本来就是本土性的，我们要评估一只虫可不可以出去，这些都会知道，像是它并不会随便跑去危害你的农作物啦，吃你就像是其实蚂蚁也会吃荔枝春象的卵，也很厉害。对。可是我们就像是你刚刚讲，蚂蚁也有可能也会去吃掉你的水果啊什么的。所以我们不会说去研究它，让它大量的去在田里面。那现在刚好有在寄生，它再把它的小孩送到这个春象的卵里面。平常的时候是先住在这种叫蓖麻蚕的卵上面，就可以从去年的10月开始生产，寄生完之后让小蜂睡觉，然后等到像现在要用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做大量的释放。它是1分钟1到2片呢，我才1片完成而已。摘完第1点，但现在刚好有在寄生，看一下它怎么寄生的。是哦，对耶，在这里。有没有看到它再把它的小孩送到这个春象的卵里面？对，是这一根，产卵管。是。哦，那它把它的小蜂卵寄生在
那个荔枝春香的卵里面，所以它这颗卵基本上就会被平腹小蜂卵吃完以后孵化，它又有再更多的平腹小蜂。是哇，而且平腹小蜂其实长得跟蚂蚁其实蛮像，它们都是兄弟，就是膜翅目。那经过像在25度的环境，经过20天之后，就会孵出来变成小蜂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判断，就是说这颗卵已经被寄生跟没有被寄生？荔枝春香卵大概10到12天就会孵化出来，转成红色。但是如果你有被小蜂，因为你看到小蜂身体是不是黑黑灰灰的？对。在比较后期，到了大概16天或18天之后，荔枝春香的卵就会变成是比较是灰黑色。对。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判断。哦，他还把它是他在吃一些蛋白质的营养。蛋白质营养是哦。后面有人来了，后面有人来了。你要干嘛？同一个不行。应该不用同一个卵吧？不会，他会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会赶，会赶走它吗？有些时候会赶走它。小蜂不同种个性也不一样。这一种比较不会互相攻击，有另外一种很会攻击。哎，现在有。他那个还吃哎。现在有。吃它那个蛋白啊。对，他就。对，有没有爆米花？没拔起来。对，然后拔起来。拔起来，然后这一吃。哦。我们其实让小蜂平常的时候是先住在这种叫蓖麻蚕，蓖麻蚕的卵上面。对，蓖麻蚕的卵上面。那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技术，我们就可以从去年的10月开始生产，然后让寄生完之后让小蜂睡觉，像睡美人一样睡觉。哦，是。然后等到像现在要用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可以提供出去给农民啊，做大量的释放。但是它的卵的大小跟荔枝春香大小其实差蛮多的。虽然它差很多，但是小蜂一样会寄生，因为小蜂喜欢圆形的卵。生物防治需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整个操作流程非常的快，你才可以省工省时。对。你寄转的公司才可以省人本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现在要让你跟我们的大姐比赛，是连卵。粘卵哦。是。这个大概快8分到9分之间，这样是1颗。然后我们1颗这样有几颗卵？500颗。然后我们就用撒的。撒2次就是1000颗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哦，看起来很简单，这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呢。我光刷白胶就刷这么多时间呢。然后把这个放在盒子里，8分满，500颗，2次，摇一摇，把它拿出来，再压一下，固定。然后你这样甩一甩，看有没有在掉的。有哎。好，然后就放在这边等它干。所以一天你可以弄几片？我是大概1小时的话，大概75片左右吧。我是这样试试看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们是同时间操作的吗？怎么那么快？20秒。啊？我怎么把这个做的好像很有压力啊？刚好，差不多。1分钟，像已经1分钟了。不是，它是1分钟1到2片呢，我才1片完成而已。我做这么好干嘛？我对平腹小蜂了解就好了。对。其实像荒废园，其实是这个化学药剂根本到不到的地方，所以现在其实都是靠平腹小蜂去弥补这一块。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因为荔枝春香危害的时候，其实是蜜蜂在采蜜，所以说那个时候如果农民为了要防治荔枝春香用药的时候，会造成很多蜜蜂的死亡。所以其实前几年的时候这个问题，那我们现在就是用平腹小蜂去补足这一块，让蜂农他们或者在蜜蜂上面的蜂蜜的采收是没有问题。那工作之前要先喂饱它，那我们喂它的话就是用蜂蜜水啊？是什么蜂蜜？人也可以吃哦。但是它有点过期了。哇，好香哦！但是对小蜂来说是没有影响的。对，没有，对我来讲也没有影响啊。就发酵过的，我还是觉得对啊。我会直接把蜂蜜水涂在上面，我们会用湿镜纸，然后把它盖在上面。对，那他们吃的不多他们其实等下会聚集过来，就是在上面弄舔的。哦，对。问一下，那这旁边为什么要盖起来？让它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干掉。哦，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每天去补它。就我是一个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对。对，然后把它尽量平贴在。哇！需要一点点技术。没关系，你帮我打开好不好？然后这样子。对，把它折起来。折过来。这个其实蛮难的。就是需要一点技巧。然后再把它稍微涂湿。我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这个事，像你刚刚一样。因为我们这样子做，就是可以让笼子保持干净，然后我们也比较好做补充这样。哦。
稍微懂。我现在不太适合拿画笔，我从小就是这样。其实有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用喷的？你们有试，应该也有试过。蜂蜜其实蛮浓稠的，比较不好喷出来。对，要不然的话就用这种方式。那如果说是这样，喝完以后，下次可以试看看。那你要怎么不让他们跟出来？这也是需要一点技巧的。对，我们会先把洞口的小蜂就是把它赶走。对，然后手伸进去。它会不会寄生在你的手上面？会爬上来，但是你要把它抖掉，所以我们会捏住就是比较没有小蜂的地方，就是轻轻的把它喷。对对对。哇塞！家里要是有养树蛙，看到这个就疯掉了。每次树蛙就一吃，确定干净之后再把它拿出来。哦，就是所以这些都是已经寄生过的。对。但是说实在的，有寄生过跟没寄生过，其实我看不太出来，分不出来。它也是要等，就是小蜂快要羽化之后，卵才会变得稍微有点灰色的。我拿一片，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羽化出来的孔。羽化出来的孔。是，你就可以知道这只是，你看孔有羽化出来。好明显哦。就不一样。它已经不是蓖麻蝉，它出来全是寄生小蜂。不管平腹小蜂是寄生上流还是下流，它的寄生就是生物防治中很有效果的方法。根据农改场的统计，2018年到2020年间，在苗栗、台中、高雄3地样本区释放平腹小蜂的卵片，3到4次后，防治率可达70%到90%，有效的寄生到荔枝春香的卵中。下次吃到香甜多汁的荔枝时，可别忘了谢谢这些小蜂们哦。根据农委会2019年的资料显示，台湾有机面积已经达8000多公顷，友善耕作则是3000多公顷，占总耕地超过1.5%，在亚洲算是数1数2的。而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作物又是什么呢？嗨。Hello， 丽姐，阿妈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这芦荟哈，芦荟我是懂啦，大概也知道啦，对不对？懂。芦荟也有消炎的效果，对不对？但是芦荟上面这个叫芦荟花吗？对啊。芦荟花长这样子，它是不会开的吗？它有开了。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你这也当家。可以当家？你确定呢？这内底有蜜。有蜜？芦荟花有蜜？要放在芳拢来底吃这芦荟花。蜜蜂它现在跑去休息了，它早上大概8、9点的时候到10点，很热的时候它就回去，然后下午差不多3、4点又再出来一次。那有龙眼蜜，有什么百花蜜，有没有芦荟花蜜？你要用有水的好用。安尼哦，我家己用看卖啊。你讲什么？啊，婆婆做喵。是啊呢。那没有，这不容易的。正经的。把它花瓣扒开啊，然后。拢贵啊，甜甜，真很好吃。吃这哦，顾心脏。顾心脏？哎，我心脏这。心脏你也跳袂停哦，这很好。心脏跳袂停，就要跳停了，好了。心脏跳袂停，我发现哈，你们是母女是不是啊？干嘛啦？确定呢？很像呢，连个性都很像，连笑点都一样，笑声也一样。笑点好低哦。没啊，而且很乐观呢。你没讲空哎。哎，这实体一定爱好吃啊，中温的大熊。大熊啊，这是王家哦，大熊，这是天然的哦。好吃哎，对啊，也滴滴啊，但芦荟花有作用吗？有作用啊，该看瘦啦，看瘦会打啦，芦荟花啦，起来硬硬来做泡茶。泡茶？芦荟花茶。芦荟花茶？哎，大姐，你怎么把芦荟吃成像那撑辣啊咁款呢？你嘛真厉害呢！啊！哎，烧酒雷，我把它变烧酒雷呢。对啊。哇塞。对啊。哎，那个如果有人参观我们的芦荟田哈，对，啊，我只要介绍这个芦荟花哈，全部都冲进去就开始办。啊，然后叫他们吃饭也都不要，他们就是一直吸这个蜜，他觉得太特别了。有人说看到芦荟花表示有福气，因为比较少见。雪莉姐也说我们来对的时间了，刚好在花开末期的5月来访，才能看见芦荟园这难得一见的黄澄澄美景。而这对开朗的母女，不仅让我吸蜜，还要我当个采花大盗。哎，这就去啊，
勾起来，它其实它有它的生长的方向。对啦，我讲安尼不对，安尼不要安尼，焦点别点。为什么你们排的跟我排，我是时中剑是不是啊？你没有肉了啦。看你盖直播了，你洗。为什么这之前片很好啊？我之前很会弄这个呢，很棒哎。那个享受的表情哦，享受。待完第1点啊！我是时中剑是不是啊？你方向不对。往哪边？往它生长的地方。你要压掉等，快用啊！哦。你怎么压把机啊？我你讲。你压这机啦，压掉完了。我讲，给我一个机会。哦，这样子哈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然后。哦，对，我知道了啦。按那鱼就不。芦荟花。对啦。对，那这个用刀子啦。对啦。哦。啊，唔对，按人来。要吃到了吗？吃到。你要下手的时候，你要小心这个芦荟的刺啊，它是刺在上面。刺在上面。对。哦，你讲的好娇羞哦，刺在上面。哦，有没有？你用了就肚底要用起来是没啦。啊，所以你们每次春天到的时候，它开完花，你们就要把花除掉。因为你开花那个养分都跑到花里面了啊。对。啊，你那个肉会变瘦掉呢。哦。会变薄啊。就是不要让花抢走了芦荟本身的营养。对，它那个芦荟胶就会变瘦的。哦，还有这样子哦。对啊。那你们怎么发现的？秋冬天怎么那么肥啊？现在花开了怎么变瘦了？芦荟的利用可说是历史悠久了，古埃及已经将它作为外用药，近代美国研究则发现它对治疗辐射灼伤有极佳的效果。英国研究证实，芦荟的胶质可以帮助修复胃溃疡伤口，而我也有亲身经历，知道芦荟的威力。大家会觉得芦荟是假亮好落晒，而且修炼物嘛，其实是什么？是它的大黄素，对不对？对。里面有一个大黄素，那是有毒的。但是你只要处理过啊，把那黄，你看这黄色的，这黄色，对啊，这就是大黄素。对啊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吃到这个哦。也可以吃啊，便秘啦，吃一些啦。你便秘才吃一些啦。对啦。啊，如果肠胃很好，吃下去你大概会跟你家的马桶产生一些亲密的关系啊。要黏住了。而且你就会这样一直坐在上面哦。对哦，相信我。因为它很苦啊。哎，我曾经做过3天哦。你也是吃这个？没有了，不小心吃到的。吃那么多，你经验还？哎，这几滴的就干垮呢。阿妈，问一下哦，这个芦荟是你先起来种的，全台湾你先第一个种的嘛，对不？差不多。啊，你为什么会想要种芦荟？像以前的时阵哦，是因弟弟伊就摕着讲妈妈种当送的，啊，我就甲种，种愈济，本来种伫阮兜的阳台，种2卡，哦。一头拖拖到哦，一个大人。啊，恁兜的芦荟嘛，相当是在发芽呢吼，发芦。对。发芦荟。啊，即摆就是发一堆。做者啊，我想哦，留落滚白骨食看卖。对。啊，很好吃哦。芦荟白骨就食，芦荟白骨就食。所以咱来买土地，我摕去啊，卖互我休困。哎，我休困哦。其实也就是说，我们上了年纪，但是不要停下来。对，不要停下来，你还是可以有兴趣，你还是可以做事。他没想到说你这样子种芦荟，弄了一个芦荟园，啊，你早听到说给你发扬光大。不是，我有这时阵哦。危机就是转机。当年的莫拉克台风让芦荟田水满为患，完整的芦荟所剩不多。阿嬷一转念，把芦荟和台南有名的关庙面完美结合，打通了另一条芦荟的出路。而开朗的母女现在又有生力军，第3代的年轻人学成后也一起努力推广芦荟的好。我会先切这样，然后呢？然后把两边的刺削掉。对。哦。然后下面也去掉，然后再把上面的皮这样子削掉，取中间的肉就可以。我是会用这样子的，男生手比较大，所以我就这样。一次就一整片。对，一次一整片，这样比较有效率啊。哇塞！我都闻到那个芦荟大黄酥的味道。
对身体健康的味道。对对，要苦苦的，苦苦口感的感觉呢。哇塞！然后再这样。吃到下一层醋。真的吗？看下一层哦，怎么上层？哎，对，你没有肉了啦。没关系啊，蛋呢？我盖机会，你洗。蛋呢啦？哎，为什么这之前片很好啊？我之前很会弄这个呢。你太久没有切了。对啊，没关系的，就这样。好像异形哦。你看，为什么切得像哩哩啦啦的？对啊，看你的肉跟看看我的肉。你真的要在我要 diss 你哦。一样啊，都是芦荟，你看。这个就不行啊。真的哦。你的大黄酥都卡在那里。拿酒。你会拉肚子？对，难怪我吃到拉肚子，都是因为我这样削了，对不对？那这都不用洗吗？做面的时候不用，可是如果做饮料的话，要杀青过，滚水去穿烫过，就会把大黄酥洗掉了。我现在拿不起来。那先不要理他。钟贤，你要不要敷脸？可以吗？今天晒一整天太阳，很适合哦。很棒哎。享受的表情哦。享受。我不能呼吸呀。不会。哦。哎，你想象一下，你现在被库斯拉的口水滴到。哦。哎，等一下会很舒服哦，真的。哎，但是可以耶，有泡泡哎，有泡泡。雪莉姐的芦荟用途多多，除了食品，也运用在牙膏、沐浴乳、面膜、乳液等等的生活用品。她说她脑袋经常在想东想西，多尝试，开发失败了也没有关系。哇塞，这个实在是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长这么恶心？哥这样史莱姆。哦，这样，然后把它再加到变成面条，能想象哦。原来芦荟还可以这么做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它隔所以说面吃起来才有 Q 度。Q 度。对啊。哦，所以用这个东西，你们说，哎，刚刚我们不是宰那个芦荟花吗？你妈妈跟你阿嬷他们有在说用芦荟花做什么？花茶。哎，为什么是这个颜色？因为它还有加了其他的青草，比如说忍冬啊、白鹤灵芝啊、薄荷。哇，像你薄白鹤灵芝是熟悉的味道。真的吗？我熟悉的味道。没错，大家都喝过的。它需要靠一点离子。你做完了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很好哦，我觉得有点好。台湾第一点，青草茶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青草茶哦，没错。哦，那这一杯其实蛮凉补的，没错。对，它是蛮凉补的，夏天来一杯就哇，舒服啊。所以只要跟芦荟有关的，你们都有做？都有。这个是芦荟冻。有蜂蜜，没错。还有柠檬，没错。还有，最重要的芦荟。对。你们刚刚还有说，哎，绘本拿来看一下，芦荟阿嬷公告书，好像哦，这谁画的啊？郭秀老师，种芦荟可以种到这样子，让人家帮你出一本绘本。这是学校那种食农教育。食农教育，哇，好酷哦！而且用这种哦，小朋友也浅显易懂啊。因为像我们现在在教小孩来讲，我最喜欢的方式还是就是说体验，你要去操作，你不要只是说我今天吃到了芦荟。哦，芦荟好好吃哦，芦荟但你知不知道芦荟怎么来的？对，芦荟的妙妙椒，你要去问芦荟阿嬷有知影啦。下面是芦荟妙妙椒，哎，这真的蛮好的，跟小朋友这样讲一讲故事，然后还可以这样入菜，对不对？芦荟虽然养生，不过就是会有青草味。当雪莉姐将芦荟做成面条后，面粉的麦香就压过了原本的草味，而且芦荟胶有保湿作用，让面条吃起来口感 Q， 咬劲十足。问一下，为什么要这样折啊？为什么它不能就直接这样晒就好？这个呢，扭面这边丢米要把它扭一下。一定要扭。哎，扭啊！不扭，哎，等。不
牛会怎样？蜗牛也没有怎样，就不好看啊，就我们传统就是这样，跟我们的包装方式也有关系啊。是哦，对。哎，我以前小时候超爱吃关庙面，而且还会特别去，现在不喜欢了，特别去买关庙面。没有，应该说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关庙面，因为它那个咬劲、Q 度不太一样。对啊，你等下有空回家。球状的也是。错哈。嘿，对啊，一坨。有没有？啊，这样放哪？这样放。哎，这样放上去。好，哎，拉，哎，你们关庙面，然后你们又有这个叫做什么蕾丝面？对，蕾丝面，因为我们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边边有这样子卷卷？对，它就像我们女生的蕾丝一样。这是你特别设计的。对，我们特别给它取名字叫做这样。叫蕾丝。它不是比较优雅吗？嘿啊。哎，为什么你们折的关庙面跟我折的关庙面好像不太一样啊？当然了，那个术业有专攻嘛。真的，哎，但是我觉得我这样也不错嘞，我这样子好像一个，就是跳舞的裙子一样。对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哇，五型呢，一条裙哈。哎，有没有蕾丝，然后又要配上花花的裙子，整个就是少女心大喷发。你安尼更可爱，你嘛是袂歹看。那袂歹看哈。关庙面之乳癌防治基金会。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看，这样有没有？对啊。哎，这样也不错呢。你看，阿法，会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蕾丝面不管怎么甩都会很好看呢。对啊。会。哎，我第一次看过有人这样用哎。真的吗？对。你尝试跳舞这样子劈腿。哎，我觉得当你的小孩啊很幸福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觉得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幼稚的妈妈呢，就是怎么样都会变得。你也要当一个。我觉得这样很酷哎。当一个开心的爸爸，你的小孩。我是啊，我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我老婆快气死了。下次你要出来，你要带你的小孩出来去玩。他这次为什么没出来？大福这次为什么没出来？你知道吗？没有出来，就是因为他在家，太皮了，被禁足了。哎，你不觉得有这盘？色彩缤纷的蕾丝面打响了芦荟阿嬷一家的名号。接下来连拌酱都自己研发，之后跟农会合作推出好面拌健康礼盒，还入选为全国100大精品伴手礼。雪莉姐说，他们家的蕾丝面除了有不断推陈出新的创意外，也保留了原本关庙面的天然制成、折面功夫以及完全日晒的香气。哇塞！我以为你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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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坡。哎，问一下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们这个竹篓啊，它的透气孔只有这样子，那它下面怎么晒得到？所以一阵子哈，我们就要翻。怎么翻？直接拿起来翻哦？要有一个这个，然后盖上去，然后就这样在中心点，然后这样2个手啊那1、2、3，然后还不能乱掉哦，就要原地站好。是哦。嘿，要原地站好，然后它这个屁股就会朝上，然后再重新再晒一次。对。哦，懂了。那我们等下来翻一下。你练到这里，只有练一半的功夫。真的哈，我这个还算有练成哦。没啦，没啦。你有练风格啦。是吗？没有，等一下这一定要留给你。我叫师傅。慢。这个还在调啊，哦。刚刚翻失败的没有拍到，来再来一次换你看来，真的啦。老板亲力亲为，这个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。我要让人家看看难度在哪里。这样子啦，哈。有手力咯。好。哎，其实我今天叫一个师傅来。叫师傅来见，来师傅来。这个。他需要靠一点力。啊？你做完了？对。那么修劲了吧？不然我一天要这么多。对啊。真的哦。轻轻的，温柔的。不行哦。
面对现实，开了。哎，这个比想象中，我知道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可以。轻松的这样。对。哎，不对呢，听声音就觉得，还不错啦。哎呦，去姐姐，请大哥再来弄一次看看，我真的觉得有难度哎，大哥来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当我们在翻的时候呢，你太用力的时候，它离心力就出来了，它就甩到两边去。但是你如果说哈，就是有没有？就是这样。好像有点好。你有天分，我懂了哈。要不要来晒面？我本来想说娶你女儿了，说。好，卖个笑熊。哇，可能我别讲话啊，你看没？有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黑啦哦，要掌握秘诀。哇，不能太用力啦，真的还是要刚好一点骨啦。是啊，跟哪就好。一天翻一次而已啦。一天翻一次。哦。它里外都透了。里外都晒透了。对。风干。哇，很香哎。没有面的香。它就是有那种阳光。我觉得不只是面的香哎，我觉得这个味道闻起来就是一个传统产业的味道，很难在现在市面上的面跟机器加工出来的那个面，就少了这个味道。它是一种手做的美感。哎，这个蛮难的哎。这个应该也是算我们传统文创的一个部分。很迷人哎，这个味道很迷人，这味道真的很迷人。说我们有两面的，这个是火龙果，可以这样做，是，然后这个就是绿藻，对，绿藻跟这个我们芦荟的原来的样子，就是一边白一边绿。那他们为什么会变这个？这是没做好。台湾第一点，这个是缤纷蔬菜面，所以他们加很多种东西，这里面有南瓜、甜菜根、土地瓜、胡萝卜、芦荟，这样5种。然后这是 colorful， 就是整个是彩色。对啊，你怎么会想要把它做成像这样子？就是想要采写个零星爱采写。我你买刚刚那样，安尼嘛有，啊，不过我已经出过这嘿，然后安尼嘿，安尼嘛，对，安尼嘛会使，安尼嘛是 colorful， 安尼 colorful， 但是它就是一条的啦。feel 不感。其实这个如果小朋友看到会蛮喜欢吃的。我们都很喜欢的，何况是小朋友。真的哦。对，它是天然的，就是天然的，就像你在田里面看到那个天然的东西。对。我先吃看原味，沙爹加芝麻。舌头卡住。那个还好。然后加一点辣可以吗？来，自己加，爱多辣就有多辣。这个是我们的麻辣酱。不用，跟你一样辣就好了。我把上没该再凶辣。吃看辣的，香香的。对。没办法。辣的我喜欢啊。对啊，它不会让你辣到不能接受，它就是香辣，然后顺口，你想要一口再一口这样子。但是很难想象哈。用芦荟跟面把它做在一起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在农业里面哦，你就是要有一些创意，要不然我们卖新鲜的东西其实很有压力的，延长我们的农业的销售期，农产的销售期，这样而且会创造一些那个经济的效益啊，所以我们做务农哈也是要想办法去延伸我们的产品。那你们是蛮前卫的农夫哎。对啊，你们就是想要把原来的产品，然后变得跟时代上做结合。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俄罗斯汤。我跟你讲，俄罗斯汤？俄罗斯汤叫做罗宋汤。罗宋汤的罗宋。我跟你讲，罗宋的 Russia 发源自俄罗斯，原来元素都一定要有甜菜根。我要证明它就是俄罗斯酱名，真的，你去查真的。没有骗你，真的。我以为我们家有俄罗斯留学的孩子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是俄罗斯汤。
罗宋汤是俄罗斯汤，所以他们当初是用什么做的？就是一定要有洋葱、番茄、西洋芹、甜菜根，都点那个油哈，也把黑茄红素释放出来啊，然后一定在汤里面，它就是茄红素，我们一定要喝下去。哦，所以我们后来的吃的罗宋汤很少加到甜菜根，因为没有都是用番茄。对，无甜菜根啊，那都无正统啊。哎，怎么被你讲一讲，我好像平常有没有在买过甜菜根？对啊，你就是没有啊，我有在种，我有在种哦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？你就是因为我看你的表情就没有，你喝没有，我在想啦，我在想啦，真的啦，搞不好有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有啦，我买过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啊，你不知道一个甜菜根，我在一个甜菜根啊，但是就是被你讲的，好像我怎么觉得我平常对没有放罗宋汤，对啊，所以这个罗宋汤叫什么汤？俄罗斯汤。不会，不会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